你有发现吗？水龙头如果滴水，请师傅来修，10之8九都会建议直接换整支。其实很多时候只要换个陶瓷阀芯就能解决，但是因为这个小零件便宜，工钱又不好收，所以大多数师傅都会建议直接整支换掉。懂这一点，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自己动手，省下一笔不必要的开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宝，欢迎来到阿宝频道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水龙头的状况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虽然这个水龙头已经关起来了，可是水龙头还是不停的滴水。我之前也跟各位分享过非常多关于水龙头的影片，有需要的话，相关的影片我会放在说明栏以及资讯卡。今天我不会在每个步骤上面说明的非常详细，因为之前的影片里面都有。由于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，然后每一款水龙头它有可能设计会不同，所以今天刚好又碰到这个问题，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可以来看看这支水龙头的设计是不是跟我以前介绍的有不一样，然后简单快速的跟各位分享处理这个问题的整个流程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进入实作的部分。首先我们必须要先把水关掉，由于这个反耳上面有开关，所以我们直接从反耳这边关掉。如果你的反耳是没有开关的话，就要到楼上把水的总开关关起来。测试一下，打开水龙头没有水出来，这样就 OK 了。把手下方这个修饰盖子把它拔起来，这个孔里面有一个螺丝，把它卸下来。2.5号的内六角螺丝把它转开，转松就好，不要整个螺丝转下来。如果水龙头很老的话，有可能你这个盖子会拔不起来。拔不起来的话，可以这样子敲，它就会掉下来。一般来说，最常见的陶瓷芯规格是40 mm 跟35 mm 的。如果不拆的话，怎么看得出来是哪一种？我们就看水龙头这个圆圈圈这个部分。如果这个部分比较大，一般就是40 mm 的；如果比较瘦小，就是35 mm 的。当然也有特殊规格，比如说更大的47 mm。我现在目测这一颗水龙头应该是40 mm 的。但是它是长角还是短角，我现在是看不出来。陶瓷芯的规格部分，我之前影片有详细介绍过。购买陶瓷芯之前，务必观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哦，免得买错款式是无法使用的。现在要把这个修饰盖拿下来，可能因为这个水龙头太老旧了，这个修饰盖因为水垢太多，所以它卡死了，转不下来。如果这个修饰盖真的拔不下来，你只能把它破坏掉。它只是一个塑胶的环，这个修饰盖外面应该可以买得到，但是不一定很好找。如果真的买不到的话，不装也没有关系，不会影响功能。这个修饰盖真的转不下来，所以我就用暴力把它弄破。所以下一次各位如果买新的水龙头，安装新的水龙头的话，各位可以先把这个修饰盖稍微松开，比较不会说到时候要拆的时候拆不下来。麻烦各位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按赞、分享我的影片，也欢迎各位使用荧幕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给阿宝抖内一下，请阿宝喝杯饮料，这样子是对阿宝频道最好的支持与鼓励哦。一样，我们用笔在这上面做个记号。这个破茧环是我们见过的6角的破茧环，所以我们使用这个套筒把它转下来。没有这个工具一样可以操作，用开口扳手就可以。破茧环拆下来这个样子，这个上面一大堆水垢，把阀芯拔起来，摇晃一下，这样子阀芯就拔起来。它这个是一款高角的阀芯，橡皮圈已经粘在这个里面，粘在里面的橡皮圈一定要把它清除掉，再用菜瓜布把里面清洁干净。如果没有清洁干净，等一下一定会漏水，水就会从旁边漏出来。里面用菜瓜布刷完之后，如果有一些脏东西或是屑拿不出来，你可以把水打开，让它从这边冒出来，就可以把里面的脏东西冲出来。高角的陶瓷芯在安装之后，要用手大力把它往下压。如果没有安装到定位的话，这个破茧环装不上去。这个上面都是白白的，这个都是水垢。接着我们把破茧环转紧。
转紧之后检查一下这个杆子，看看会不会太紧或者太松。接下来我们先不急着装把手，我们先把水打开，测试一下。它没有漏水了，没有滴滴答答的声音了。所以陶瓷阀芯正常的工作。然后我们要检查有没有水从装陶瓷阀芯这个腔室里面流出来。如果有流出来的话，表示你的破紧环转得不够紧。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刚刚腔室的底部没有清理干净，造成橡皮圈没办法完全止水。我目前的状况这边都是干的，也没有水流出来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修饰盖装上去，因为我现在手上没有新的，所以先用旧的。破开的部分让它放在后方，稍微先用一下，买了新的再回来换。再来把把手套回去，内六角螺丝把它转紧，不用转太紧，卡住就好。最后确认把两边的水都打开，最后再做一下测试就好了。冷水 OK， 热水这边也 OK， 关闭，然后不会滴水。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